如果今天耶穌要找12個人，給他們超能力，然後說一句話就把他們丟出門，你猜他會怎麼說？想象一下這個畫面，你正坐在沙發上滑手機，突然耶穌走過來，拍拍你肩膀說：來，我給你權柄，可以趕鬼醫病。你眼睛一亮，心想：哇哦，這也太爽了吧！結果他下一句接着說：不准帶錢，不准多帶衣服，不准背後路，現在就出發。你會不會立刻回一句：主啊，我可以先開個 Excel 做風險評估嗎？這就是馬太福音10章1到15節的開場張力。經文一開始就很猛，耶穌叫了12個門徒來，給他們權柄，能趕逐污鬼，並醫治各樣的病症。注意，是 remember， 你有權柄。這不是門徒自己練出來的，也不是修行升級包，而是被給的。翻譯一下就是：你不是很厲害，是我讓你有用。這對現代人其實很刺耳。我們習慣把影響力當成成就，把舞台當成證明，但耶穌卻把權柄直接綁定在一件事上，讓別人得釋放。如果權柄沒有讓人得醫治，那它只是變相的自我滿足。接下來耶穌的指示簡直像反商業邏輯教學：不帶金銀，不帶口袋，不多帶衣服，不帶杖，不帶鞋。耶穌，你確定不是在整人嗎？但這段話的核心不是窮遊福音團，而是一個關鍵原則：你要學會相信差遣你的那一位，而不是你準備的有多完整。耶穌不是反對準備，而是拒絕把安全感放錯地方。當門徒什麼都沒有時，他們唯一能依靠的只剩下神的供應和人心是否敞開。這也是為什麼耶穌說工人得飲食是應當的。意思很簡單，你若忠心做神的事，神會用他的方法養你。最真實的一段來了，耶穌沒有說你們去，每個人都會喜歡你。他反而說，若有人不接待你們，就把腳上的塵土跺下去。翻譯就是別內耗，別自責，別以為拒絕你就代表你沒價值。這句話其實在保護門徒的心，因為福音的結果不是由傳的人負責，而是由聽的人回應。你忠心說了，你就完成任務了。這段經文的背景其實接在耶穌看見困苦流離，如同羊沒有牧人之後，差遣不是 KPI， 出去不是擴張版圖，而是因為他看見人真的撐不下去了。所以耶穌不是說你們去證明我是誰，而是用行動說，讓人先知道神沒有放棄他們。耶穌給門徒的第一份派遣書，沒有承諾掌聲，沒有保證舒適，卻給了最重要的一樣東西，與他同工的權柄和為人而去的心。而問題只剩一個，如果今天輪到你，你會不會出發？